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！哇塞哇塞哇塞！再过1个小时，燃炸全场的街舞4就开场了，想想就超激动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咱们先看看官方提前透露的花絮，解解馋吧。这一季的队长是王一博、张艺兴、韩庚和刘宪华。除王一博外，其他3人都曾是 SM 公司的艺人，而此次是他们在国内的首次同台合体。哎呀，不重要，反正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王炸般的存在。光这4张脸怼下来，我脱口而出就是一个好家伙。再追的电视剧突然就不甜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感谢酷，感谢街舞，让我的气息不再是一个人的孤寡，转而升级成了一群人的狂欢。然而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预告一上来就给4位队长上演个火锅局。只要是看过上一季的应该都非常了解，它是这档节目的一个衍生节目，主要是让4位队长和导演、编剧坐下来谈谈心和给建议，就是为了能让节目更加精彩。可以往的火锅局都是安排在每期节目之后，结果这次一上来就准备一大桌火锅，一看事情就不简单。果然，作为上一季队长的张艺兴马上就察觉这其中有猫腻，而作为资深老前辈的韩庚，虽说让大家坐下来吃，可举止多少是有点抗拒了。特别是他将手放在一博后面，让他先坐下，找人试水可还行。接下来就是新晋队长刘宪华，虽说他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节目，可已经做足了功课。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坐下，而是表示这节目不是一个很紧张的节目吗？谨慎的小心思早就藏不住了。反倒是年纪最小的一博，看上去一脸淡定，不但第一个坐下，而且拿起食物来吃，惊得其他队长都瞪大了眼睛。得知没什么事儿后，他们才陆续开动。可一旁的韩庚队长还是表示肯定没有那么好的事儿。果不其然，突然警报声就响起，王一博被吓得一哆嗦，整个人都弹了起来。作为上一季的队长，本来应该知道导演的套路，结果还是被套路进去了。节目组成会玩。其实早在去年，街舞3就让一太大受震撼，但震撼之余，也不免担心下一季的收视和看点。毕竟街舞3真的太无可挑剔。对于此事，导演组也提早打好了预防针。在上一季总决赛时就呼吁所有参加过的热门选手抓紧练习，下一季全员回归上演国际大赛。果然，新一季节目还未开播就不断官宣嘉宾阵容，一眼望去全部都是熟悉的面孔。第一季冠军韩宇回来了，他在车轮战以1胜7的名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。第2季冠军叶英回来了，跳得好的所舞舞者不在少数，但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被称作人体弹簧。第3季的冠军杨凯也回来了，期待他能继续带来技惊四座燃爆全场的地板大招。甚至连上一季的人气选手大神布布都相继回归，被邀请参赛的这些选手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。虽然没有经历考核，但是他们各自都在不同的赛场上证明过自己，有的甚至是裁判级别。在所舞当中，有日本的神级组合联盟，在震感舞领域，大魔王 Popping 森、战神 Popper Nelson、越南 Popping 哥 MT Pop 同场竞技，完全就是神仙打架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先不说来了多少 OG， 光是这些舞者拿到的冠军加起来也得是盆满钵满了。既然来了这么多牛逼哄哄的人，赛制不也得整点牛逼哄哄的吗？只能说这方面节目组比我们更懂。据说本季比赛的赛制同样高精尖，将分为3个阶段进行。第一赛段各国舞者对抗融合，展现精英实力，到第2赛段围绕主题任务展开编排对战。决赛则与 NBA 全明星赛相似，最终将产生一支全明星国际联队。光看赛制就燃起来了，是怎么回事？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，这季海选方式不再是发毛巾，而是改成4个街舞房进行。前3季节目中，队长在各自街道考核者，如今街道变成了4个装修不同的场馆，每个场馆都有着队长自己的风格。比如张艺兴的舞蹈馆就主打了中国红的颜色，中国风爆表；王一博的极限潮流房满满都是他喜爱的滑板，同样还有许多可爱的玩偶。韩庚的态度大师馆还是秉承以前的风格，注重态度，连颜色都是他喜欢的黄色。最后刘宪华的潮电工厂主打是科技现代与潮酷的结合，吹拉弹唱4尊雕像立在场馆中心，这也代表了刘宪华的特点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。刘宪华作为新晋队长，大家可能不太熟悉，其实他与韩庚早期就在 SM 男团出道，在 Sorry Sorry MV 中就以拉小提琴舞者出现，当时非常惊艳。近年来活跃于综艺节目，非常有才华，综艺感也非常强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选择学员的时候，导师和选手们都失去了主动权，而最终决定选手归处的是导师们的手气。抽盲盒的赛制让整个节目充满了挑战性。预告中，在某一轮抽选过程中，韩庚、张艺兴以及刘宪华打开盲盒之后的反应都非常淡定，而镜头转向王一博的时候，他激动的都要跳出屏幕了。反复确认了自己抽到选手的名字之后，王一博忍不住在现场开始了旋转跳跃。在宣布选手名字之后，现场所有的选手都沸腾了，其中还有的选手表示，王一博的手气真的太好了。这一次的新赛制中还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环节，导师们只有一个机会可以锁定自己抽中的最心仪的选手。在预告中，另外3位导师都算是节目中的老狐狸了，而刘宪华首次来到节目，似乎直接就要使用锁定特权了。游戏赛制小白刘宪华究竟是被其他几位导师忽悠啦，还是另有策略呢？这一次让王一博如此激动的舞者又会是谁呢？有经验的集美可以大胆预测一波。话说回来，这波一条龙的收集狠狠地把当前唯一世界级打在了公屏上，隔着屏幕闻到了一股子火药味儿是真的。但是如果你脑子里面已经想象出了100个修罗场的画面，那么赶紧打住，瞅瞅这阵容，真的太可以了，完全就是排练一小步，文化交流一大步的即视感。这里还有从舞蹈教室溜达到奶茶店的，掐指一算，这是研究完了街舞文化，又去感知了一波奶茶文化。这一整记录下来，淘不淘汰的另说，就这朝夕相处的粘合度，很难不拜个把子呀。平心而论，能有一个机会让各国的舞者聚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进行街舞生活各方面的交流渗透，对所有舞者来说都是很宝贵的。估摸着下次看到这种场景得是2024年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是不是都迷糊了？别担心，仪态特别为大家梳理出5个大看点，快出来做笔记啦！第一大看点，世界街舞大神齐聚中国，切磋武艺。韩宇、叶音、杨凯、布布、亮亮、AC，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。同之前的3季相比，这一季国外选手的数量翻了好几番。3大冠军、往季舞者、国外大神都来了，竞争不是一般的激烈，当然也不是一般的好看喽。第二大看点，王一博。这季赛事迎来升级，抽盲盒选选手的方式让节目充满了很多不可能。熟悉了上一季赛制的队长们将迎来全新的挑战。这里为什么说最大的看点是王一博呢？作为第3季冠军队伍的队长，一博的舞蹈能力是毋庸置疑的，不仅带来了一个又一个让人惊艳的舞台，同样的节目里也贡献了很多好看的造型。那么这次一波王炸战队队长王一博是否能延续上一季的好运，蝉联冠军呢？第3大看点，韩庚。作为第2季元老队长态度大师韩庚的回归，让很多老街舞迷有了更大的期待。韩庚向来做事严谨，选拔严格，以坚持自创的态度闻名。虽然没有其他队长那么有争议性，但韩庚低调务实的个性仪态还是非常欣赏的，期待韩庚的表现。第4大看点，刘宪华。这是一个未知的最大的 surprise， 世界一流战队队长刘宪华将是本期节目最大的亮点，说黑马也不为过。了解刘宪华的人都知道，他是一个非常搞怪和活跃的 idol， 在以往几档热门的综艺节目中表现的可圈可点。他的幽默、直率和可爱会让节目充满了槽点，也会让他成为最有争议的队长。不过他还是很有才艺的哦，唱歌、跳舞、各种乐器样样精通。他究竟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？咱们拭目以待吧。第5大看点，张艺兴。对于张艺兴的粉丝来说，街舞4的定档刚好无缝衔接了向往的生活结束后的空档，又可以在荧幕上看到了自己心爱的 idol。前不久，张艺兴的一首 rap《香蕉水》还在网上大火了一把，不知道这一期的街舞小绵羊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呢？当然了，以太最希望的还是能多一点 battle 的画面，毕竟这种环节最燃了。街舞4搞起来，搞起来！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C 太，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